I am Renee Chang, representing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The following video is an adaptation of a lecture that was presented to our members on the 8th of July, 2024. It was generously funded by the Lo Kui Siong Foundation. Our speaker for this year's KS Lo lecture, Dr. Tsai Ching Liang, is a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f Taiwan. He has curated innovative exhibitions there, including one on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Warring States and Han Dynasty jades. Dr. Tsai is an archaeologist with a degree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a doctorat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He has participated in multiple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Rui State tombs in Shanxi province and the Han Dynasty tombs of Haihunhou. His devotion to studying jade artifacts has resulted in very unique insights, all towards what Dr. Tsai himself considers his main purpose in life, which is to put himself into the mind of the ancient jade craftsmen, the better to be their spokesperson to us today. For 5 years, mostly during the pandemic, he was digging around in the Palace Museum archives and storage facilities to better understand someone else, the most famous jade collector perhaps ever, the Emperor Qianlong. The results of his research of over 900 pieces are revealed in this lecture and in an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Southern Branch, which OCS members visited in September this year. Together, they did successfully change my mind of what Dr. Tsai called my erroneous conceptions about Qianlong as a jade collector. Other participating OCS members also greatly enjoyed learning from Dr. Tsai's insights, and I hope you will too. 尊敬的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非常荣幸受邀到香港东方陶瓷学会进行此次报告。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乾清宫寻宝，破解天字号玉器密码。此次报告内容来自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嘉义南部院区所策划的同名展览的其中部分成果。今天借此机会向各位女士先生进行简要的报告。乾清宫是明清皇帝制度上的寝宫，居于紫禁城中轴线上，是皇权的中心，也是天下的中心。由于是天下的中心，仰读乾清宫内的横匾以及楹联，即可感受到皇帝应有的格局。居中横匾为“正大光明”4个字，是皇帝的行事准则。居于外侧的一对楹联，右边为“表正万邦，圣爵深修，思勇”，说明皇帝以身作则，成为万邦的表率。左边为“洪夫无典，无亲民事，为难”，只是说皇帝要把教化天下百姓的责任放在心中。内侧另有一对楹联，居右者为“客宽克仁，皇见其有疾”，是说皇帝宽仁并济，由此建立国家制度。居左者为“为精为一，道基于厥公”，只是皇帝秉持中庸之道，自然成为道统的继承人。这两副对联强调皇帝是法统和道统的继承人，以及皇帝领有天命，是上天子嗣。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代表乾清宫的重要地位，那取自内侧这副对联的左右2个字所组成的“皇见道基”，正可谓名实相符。而如果要挑选一件收藏于乾清宫的文物，用以说明乾清宫至高无上的规格，那这件信天主人玉玺应该恰如其分。
中国传统文化视玉玺为皇权象征，传国玉玺安然存在，即代表皇位继承人合法继承法统，亦即受命于天，继寿永昌。所以这件乾隆皇帝下令制作的信天主人玉玺，象征乾隆继承天命，合法统领天下。因此，玉玺印文制作精良，字体端凝，印钮对称庄严，神兽造型威猛，神情紧肃，士足呼应此件传国重宝的至高地位。至于为什么乾清宫收藏的玉器被称为天字号宝藏呢？众所周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随后，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点清宫所藏文物，而乾清宫居内廷皇宫之首，自然以千字文的第一个字“天”作为乾清宫收藏文物的编号首码。自此以后，天字号文物即代表原收藏于乾清宫的宝物。由于乾清宫地位至为重要，其内收藏文物也绝非一般。在此，借由介绍乾清宫中乾隆皇帝的玉器收藏，以及乾隆下令制作的玉器，可以一窥堂奥。例如这件刻有“昭华表德”4个字的木匣，其内收有6件乾隆下令制作的玉圭。6件玉圭象征乾隆皇帝继承了中国夏商周3代以来的法统，大清国德足配天，政权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乾隆皇帝另外在木匣外写了一篇对于6圭的考据文章，文中除了回顾古代文献中对6圭的记载，并考定6圭的形制、尺寸。文章最重要之处在于乾隆阐述制作6圭的原因。由于玉圭象征3代法统，重新制作6圭，即代表乾隆继承了3代以来的法统。乾隆同时说明6圭的名称以及用途，其中正圭是天子向上天述职时所用的礼器，所以其上文饰有日、月、星辰、山川等。介圭则是各地诸侯朝见天子时所使用的礼器，所以其上文饰为5岳真形图，用5岳圣山来代表各方诸侯。传圭则是天子为了抚聘大臣所用的礼仪重器，代表皇帝对于古宫大臣的尊重与礼遇。衍圭象征天子罚恶的权利，用以处罚或矫正大臣不当的言行。骨圭其纹饰如同发芽的稻谷，象征赈灾的粮食以及嫁娶的聘礼。至于公圭，则是授权各方臣子守卫国土的礼器，所以其上图案是一位手持玉圭、恭敬行礼的人臣形象。借由这组6件玉圭，不但看到乾隆以法统继承人自居，还可发现乾隆文人气质的一面。重新观察衍圭、
乍看之下只会感受到高贵的皇家气息，但细查其上图案的象征意义，可察觉皇帝明辨决断的肃杀气息。如何发现图案的象征意义呢？让我们观察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孝宗坐像。明孝宗身着大裘冕，大裘冕是明清皇帝最高规格的礼服，礼服上绣有12个图案，包括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钟离、藻、火、粉米、斧、符，这就是象征皇帝的12章。仔细观察衣摆最下方的2个图案，斧以及符，其中斧就是斧头的斧，2字同音，象征决断；符则由2个相背的弓组成，象征明辨。决断和明辨正是皇帝行使杀伐大权时应具备的人格特质。所以将斧和符巧妙设计在眼规之中，可谓恰如其分。在肃穆威吓的气氛中，却又不失皇家高贵风范。由这篇乾隆所写的论文，可以知晓乾隆制作六规的意图。正如他文章所言，是继承3代法统，并希望子孙谨慎守护，代代传承。如此，大清帝国自然永承天命，国祚盛昌。当我们理解乾隆制作六规的意图后，重新观察天子向上天述职所用的正规，其上有日、月、星辰、山川等图案，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了以上理解，接下来观察乾隆皇帝下令制作的玉玺，即可明了制作目的以及设计细节。众所周知，玉玺本是皇权象征。这件玉玺置放在木匣中，木匣题有“瑞协包袱”4个字，即说明天降祥瑞、皇权神授之意。玉玺具有如此重大意义，该如何设计才恰如其分呢？首先，龙兽、凤鸟等瑞兽皆采用西汉风格，共同护持隐藏其中的玉圭。而此玉圭正是乾隆皇帝向上天述职时所用的正规，代表皇权神授，以及此玉玺代表继承了3代以来的法统。既然象征法统，所以玺文乾隆2字，选择了乾隆心目中最古老的字体，并以天圆地方阴阳呼应的形式来呈现，再说明乾隆继承3代法统，是无可质疑的真命天子。有了以上认识，就可以理解为何乾隆特别重视早期的玉器，因为这些玉器都来自乾隆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夏商周3代。就如同这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斧，对乾隆而言，正是象征法统的3代玉圭，因而珍视收藏在精心制作的册页之中，并郑重题写“运藻阳华”4字，翻页并画上寒梅，由此表达内心尊崇。基于以上，观看另一件乾隆60年制作的玉圭，就不难理解乾隆的内心世界。
乾隆60年中冬，再过1个多月，乾隆就将要传位于嘉庆皇帝，并成为太上皇。在临退休之际，乾隆下令制作这件玉圭，并题诗抒发内心感受。诗的最后2句：坐气美教仿古事，邪乎正是劝难知。乾隆说，我心系3代理想世界，所以每每下令仿制上古3代玉器。然而为政整整1甲子60年，却仍难以企及。为什么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呢？因为很幸运，台北故宫也收藏了乾隆仿制的原件，就是左图这件龙山文化玉圭。在这件玉圭上，乾隆也题诗阐述内心想法，其中2句：犹见先王志，如逢君子如。乾隆说，见到此件玉圭，如同见到3代先王的国家制度，也如同逢遇孔孟圣贤，以及乾隆能够继承这件3代玉圭，即代表继承了3代法统与道统。所以乾隆御及天下60年，临退休时下令制作右边这件玉圭，再次强调自己是法统和道统的继承人。然而回顾政绩，却也感到惭愧，难以达到自己心目中的3代理想国度。藉由以上说明，可知上古玉器对于乾隆而言，规格之高，绝非一般赏玩之物。即使不是上古时代的玉器，其上所提的诗句，常常也充满了政治目的。我们都知道，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而为他一生的10大武功感到自豪。而居于10大武功之首的是乾隆24年，西元1759年攻克西域，也就是新疆的这场战役。新疆由此纳入大清帝国版图。观察此件来自新疆的玉碗，乾隆收到此碗时，新疆战役正治。乾隆在碗上题了一首诗，第1句为玉碗来回步。新疆本为回族居所，乾隆却要在回字左侧加上了犬字旁，说明乾隆把新疆回族视为蛮夷。又因乾隆自认领有天命，所以平定新疆是天命依归，指日可待。所以观看另一件带盖玉冠，由于乾隆收到此玉冠时，新疆战役已大势已定，新疆即将纳入大清帝国领土，所以盛放此玉冠的锦盒，其内所记的文字也就变成原来的回字了。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件信天主人玉玺，即可明了乾隆真正的意图。因为这件玉玺是在乾隆平定新疆之后才下令制作，乾隆是要强调他的决策皆受命于天，平定新疆乃是天命依归。由上讨论可知，玉器对于乾隆而言具有特殊的含义与象征。乾隆常常寓言于物，或是寄言于诗文之中，用来彰显身为皇帝的特有格局。所以接下来继续介绍乾隆的古玉珍藏。例如这件玉高足杯，看似乾隆只是收藏了一件玉器，但乾隆真正的目的却是要强调皇帝广纳真言的人格特质。
由收藏这件玉高足杯的木匣上所刻的文章可知，乾隆本以为玉高足杯是汉代文物，但经由问询玉工姚中人，才知道是后代仿品。乾隆感慨，玉工虽是建议，但只要他说的话有道理，身为皇帝也应采纳，引为警惕，如此才能创造太平盛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件玉符，已可预期乾隆会妥善收藏，因为这件玉符显然是乾隆心目中象征3代法统的礼器。虽然今天来看，纹饰是明代后加，但乾隆当时并不知情，仍以为是3代纹饰，所以这并不影响乾隆看待此玉符的观点。乾隆郑重制作了建阳龟府的木匣与册页，并在册页内绘画墨竹。竹子在中国传统中象征谦虚，也代表乾隆的自我启勉。此一启勉在册页后半的文章中清楚陈述。文中乾隆记述收藏这件玉符的缘由，强调这件玉器起初未受重视，并列为丙等，后因偶然机缘才发现这是木然3代瑰宝，由此感慨，上古重宝在机缘巧合下，或许还有机会重见天日。但如果国家人才因我乾隆的疏忽而埋没于下，无法出忧以扬王庭而佐治理，那身为皇帝的我，真该感到惭愧，感到畏惧。所以一定要常怀虚心，时时警惕。各位女士先生，借由以上简单介绍，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不凡格局以及特殊的人格特质，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大皇帝。有了以上认识，我们就可以更加了解乾隆收藏古玉的目的。例如这件战国晚期带沁色的玉人，乾隆皇帝特地仿制白玉人1件，2件成对，妥善收藏在精心制作的册页当中。翻开册页，可以看到乾隆的书法清寂两致。接着看到松竹2幅画，画中前印诸多闲章，例如席上针、绣色入窗须。其后还有梅兰2幅画，乍看之下会误以为乾隆皇帝只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文人，然而在文人面貌下，乾隆实有更重要的政治意图，这在画上的题记中已然表明。题记为乙亥新政，随意为松竹梅兰，恰如商山4号，名姓不同也。乾隆说乙亥就是1755年新年时画此松竹梅兰4君子，用来比拟商山4号。乾隆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商山4号是何方贤者，这4位贤者是秦汉之际德高望重的隐士，典故来自《史记·刘侯世家》。商山4号分别是东园公、夏皇公、齐礼记、陆李先生。4位贤者不堪秦末暴政，所以归隐山林。最初刘邦想要罗致4位先生辅佐国家而不可得，反而是刘邦的太子刘盈听从了刘侯，也就是张良的计策，最终礼聘商山4号成为左丞，
由此稳固了太子原先岌岌可危的地位。刘邦不由得感慨，太子完成了他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也就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并写下了千古名诗：鸿鹄高飞，一举千里，与何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斟酌，尚安可失。刘邦认为太子羽翼已成，如大鹏鸟遨游四海，现在也只能静观太子成就未来了。由此典故可以推测，乾隆皇帝精心设计这组玉器以及彻夜的真正动机。在乾隆看来，刘邦无法招致天下贤才为其所用，主因是刘邦德性不足。但当今大清盛世，人才辈出，齐聚朝廷，相助国事，此乃祥瑞出人才兴的盛世景象，足以证明我乾隆皇帝乃是法统继承人。因此，册页最后有乾隆诸位古宫大臣的观后题记，也就很容易了解了。有了以上认识，当我们看到这件精美的玉器收藏册页，已可预判册页内一定是乾隆心目中的上古玉器。打开之后，果然内藏4件上古玉璧，右上为战国中晚期玉璧，其余3件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璧。由册页内玉璧圆心中的诗句，以及册页题名“璧月含辉”，可知乾隆将这些玉璧比喻为月亮。一旦明白乾隆将此类玉璧和月亮相类比，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乾隆在御笔龙井八咏册页之中收藏另一件玉璧时的内心所想。乾隆将玉璧置放在册页左方，并在册页右方描绘了一模一样的玉璧，就如同天上明月映照在湖中，相互辉映。乾隆更在右方璧心中写下诗句：“胡文暗起，一泓秋水，金破印中，不须密纸。”由此直指乾隆内心所想。乾隆在此引用《楞严经》的典故，《楞严经》记载，如果我们把月亮比喻为佛法奥义，为了让我们知晓月亮，也就是佛法奥义之所在，需要用手指来指引位置。但如果我们眼中只见到手指，那最终不但失于指中，亦将不知月亮，也就是佛法奥义之所在。乾隆在册页中设计2月亮于弧形中虚实相应，并说无需手指秘境，即可领略佛法奥义。不得不说乾隆皇帝深具佛法慧根以及艺术家天分。接下来观察这件浮云连彩册页，我们可以预期其内一定是乾隆皇帝收藏的上古玉器。翻开后，里面果然有一件较小的后石家河文化玉缨。至于另一件较大的湾湖玉器，则是西周中期的玉孔雀羽毛。乾隆同时于册页右半边画上墨竹，来表达无忘虚心。虽然乾隆皇帝拥有极高的文物鉴赏天分，但毕竟至今又过了200多年，他无从得知现今的考古成果。所以乾隆对玉孔雀羽毛的纹饰细节
以及创作年代无法全然了解。如果以今日所知仔细分析玉孔雀羽毛，就可以知道原件制作于西周中期，原本面貌较为素雅，并无上方圆孔，背面则光束无纹。而在春秋早期偏早时，在背面加上新纹饰，并于上方另加一圆形穿孔。接下来，在明代晚期，再加补新的细碎纹饰。了解此改制过程，再回看正面，即可知上方穿孔乃是春秋早期偏早所加，其余细碎纹饰则是明代晚期后加而成。但无论如何，乾隆在其所处年代能有如此文物鉴赏天分，还是令今人佩服。有了这些理解，即可知道这件商代素面玉斧虽然略显单调，但仍是乾隆心目中三代重宝，故制作册页，善加收藏。接下来观看这件乾隆收藏的玉器，虽然以现今标准来看是明末清初的作品，但乾隆皇帝受限于所处时代，很难察觉此为仿作，故人认为是三代重器。再加上这件玉器下半是玉龟形制，上半则为玉钟造型，而龟代表了礼，钟则代表了乐，恰恰是上古礼乐制度的化身。所以对乾隆而言，此乃上古礼乐时代的重器，亦即是法统的象征，故珍而藏之。既然是上古理想世界的象征，乾隆皇帝自然会以此为原型，多加仿制。例如这件乾隆年制的玉器和前件特征完全相同，只是比例更为高贵典雅。或许今天之前我们无法理解乾隆的意图，但相信现在已可明了，这是上古礼乐制度的象征，是乾隆追求三代理想世界的具体表现。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接续讨论有大清乾隆仿古款的玉器，探索其中的诸多特点。整理前清宫所藏具有大清乾隆仿古款的诸多玉器，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款式为大清乾隆仿古隶书款时，玉质皆细腻，且多为白色质地；而当款式为乾隆年制篆书款时，色泽多斑驳不纯，且多为碧色。就像这两件前清宫收藏的寿尊，左边这件色白纯净，玉质细腻；右边这件色泽碧暗，玉质薄杂。观察款式，左边果然为大清乾隆仿古隶书款，右边这件款式则为乾隆年制篆书款。另外两件鸟尊也呈现相同特征，右边这件质地纯净，玉质细腻。相较而言，左边这件呈暗碧色，而且质地显然不如右边细腻。所以右边这件鸟尊的底款为乾隆仿古隶书款，左边鸟尊的底款则为乾隆年制篆书款。由这些例子，我们似乎可以得到初步结论，就是乾隆年制篆书款的玉质似乎都偏暗，质地也非细腻。或许这些玉器
真的还是乾隆下令制作，只是要求不同，所以品相并不精美。如果以上所言为真，当我们看到此张乾隆年制篆书款的照片时，自然会推断原件为颜色偏暗、品相一般的乾隆朝制作玉器。但观察完整原件，会发现并非乾隆朝制作的玉器，而是南宋至元的玉杯。可知有乾隆年制篆书款的玉器，看来也未必是乾隆朝制作。此一乾隆年制篆书款显然是后加。此类例子在乾清宫藏玉器中不在少数。例如这件底款为乾隆年制篆书款的玉器，其实是元代的玉杯。又例如眼前这一件玉壶，分明是伊斯兰世界的作品，但底款却也是乾隆年制篆书款。何况底部还可观察到重新磨整再加底款的制作工序，显然是后加的证据。借由以上讨论，可以发现乾清宫所藏玉器远比想象中复杂且有趣，尤其是和乾隆皇帝有关的玉器，完全超过以往的理解和研究，值得我们继续努力探寻。何况玉器之外，乾隆皇帝也非一般所认识。乾隆虽身为满人，但其汉学程度和书法水平超过同时代大多数人。就如这件乾隆所书写的杜甫《秋信八首》，可以想象乾隆自幼及长所受过的严格文化训练，以及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天分。乾清宫所藏玉器远远超过今天报告的内容。例如这件清代中晚期玉壶，以中国玉器历史来看，显然是非常特殊且精彩的作品。虽然仍采用诸多传统元素，例如器盖上的太极以及器身的万字纹、回纹等，但这件纯粹以几何造型以及优美比例为创作首要目标的玉器，确实首开玉器新品位的先河，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此件玉壶创作者利用精巧的去料技巧，让纹饰能在些微光照的角度变化下，反射出跳跃闪烁的视觉美感。这确实是玉器艺术史首见，值得赞叹。各位先生女士，报告至此已近尾声。但愿今天简短的内容对各位女士先生有所帮助。如果确实有些许注意，那真是在下的荣幸。谢谢各位聆听，敬请指教。